所以看好这处院子。小风啊，老头子余下的东西都交给你，遗嘱拿去公证了，弄好了给你，你自处理即可。县，除了爷爷给你交代的这些，其他的，但凭你江叔叔安排，你可明白？魏无羡仍是点头，江丰眠急忙摆手推辞：不，老爷子，我不要，都是阿羡的。江叔叔，爷爷的心意，莫要推辞。家里的东西我也用不着，万一以后闯了祸，还要靠江叔叔周旋。小风啊，我的版权也留给你，你师母的东西，等我走了，你都拿给紫渊，切不可驳了我的意，羡我是要托付于你的。江丰眠愣在那里，窘得满脸红，恍似自己是来争家产的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说阿羡和忘机吗？今天怎么？江叔叔，别嫌弃，我这个闯祸精，以后还要指望你的。听到这里，魏无羡再不懂，就真的是榆木疙瘩了。略一思虑，便想通了关节，不由得再次佩服自家老爷子睿智非凡。字画古玩自是不少，版权又是摇钱树，这都是明面而上的财，很容易招人惦记，大大方方送给别人，其实是护着孙子。通过遗嘱公证交给江丰眠，就是公开宣布了他对自己的责任，逃不了。同时这笔财也堵了于子渊的口，任他说不出什么话，又看准了江丰眠不可能挥霍，常来常往倍加珍惜，东西一定可以保全，钱不管多少都是银行数字，自己来去自由，院子却无法带走。既然院子里的东西给了江丰眠，自然也是他看顾。公安局长看一处院子再没有更妥帖的了，有这些垫着底，跟江城的关系未来也不会差，留给江丰眠就是留给江城的，不枉他白叫20年的爷爷。很多时候钱就是情，哪里分得清呢？江丰眠却在天人交战。老爷子深知自己的婚姻并非两情相悦，于子渊算是下嫁给了穷小子，所以他处处受着人家的小性子。老爷子已经帮衬着他平步青云，现在还给他东西，这是要给他抬身价呀，想来是盼着他能挺一挺腰杆，硬气一点。这份心思哪怕亲生父亲也都比不过，顾着他的颜面还要拿羡打幌子，即便不给他又岂能怠慢了那孩子呢？鼻子酸涩得很，好想抱着老头子哭一场，或是跟羡一样跪过去，但是毕竟面上挂不住。罢了，既是老师所托，丰眠在所不辞。施恩如父，我便将阿羡视如己出。甚好，如此我就一身轻了，余生好不自在。两个晚辈看着他，泪光盈盈，满心敬爱。羡，爷爷就是想让你明白，兰家事大，你却无需顾忌。凭他兰启人位高权重，我家羡配兰忘机绰绰有余。爷爷又不是嫁闺女，呵，自然不是，魏家的聘礼娶她都足够。不管怎么讲，你们要见家长，也不该你先去兰家。这还有什么顺序？你告诉忘机，要拐走你，得先来问过我同意。可是兰家叔父好像更难办一点，兰启人吗？晚辈。魏无羡看看爷爷，提起兰启人的时候，鼻孔快要朝天了，又看看江丰眠，眼观鼻闭关口，抿嘴憋笑，眼珠子转了转，只能干巴巴舔了舔嘴，接不上话，心里却明镜似的。老头子这是醋了吧？是醋了吧？哎呦呵，瞅那一脸嘚瑟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就这又横又拽的表情，怎么那么像奶奶撒娇呢？江丰眠回到家里，略提了提老爷子的安排，于子渊面色如常，一副受之无愧的坦然。江城却是鼻子歪了，本来就烦，现在更烦了。兰启人在书房一晚上打了好几个喷嚏，免不了嘀咕自己上年纪了，不中用了，不然也不至于被自己养大的亲侄子冷出病来。那孩子本就话少，平常放假回来，一家三口坐在一处，也都是有问必答的对话模式。这一次倒好，饭没吃几口，就冷冰冰说了声你们慢用，必回房间了，根本就是拒绝交流。越想越生气，桌上文件袋里还放着那沓资料，看了他俩的照片就爆炸了，后面那一堆的东西他都想一把扔出去。到底是谁家的孩子敢这么招惹忘机？惹就惹了，还跑路，丢下家里这个情窦初开的好孩子，就这么甩了。忘机那孩子莫不是跑到屋里哭去了？我们兰家这基因里怎么都是带着情商的，妈的！
眉头锁得更紧了些，他还是强忍着杀人的心去翻那沓资料。他倒要看看何方神圣。叩门的声音却响起来。西尘，叔父，是我，有话想跟叔父聊聊。进来吧。蓝启仁的书房挺大的，蓝曦臣绕过沙发，选择坐在书桌旁，跟叔父面对面。蓝启仁也就坐回原位了，不疑有他。桌上的东西自然是看见了的，哪怕只看到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的照片的局部。蓝曦臣深吸一口气，才努力开口：“叔父，你都知道了。”蓝启仁瞥了一眼蓝曦臣，没好气：“哼，你是不是早就知情？”“是。”叔父息怒：“你果然知道。那你说，这个拐骗忘机的是什么目的？谁家的人？单纯伤他，还是要借题发挥，冲你，还是冲我？”蓝曦臣本来想促膝长谈的思路，一下子偏航了。叔父这事想到哪儿去了？叔父，资料你看了些什么？哼，看那照片我就炸了，看了些什么？没看完是不是？不看了，你说给我听。又深呼吸一次，蓝曦臣斟酌着开口：“他叫魏无羡，父亲魏长泽，母亲藏色，外婆姓何。”说完，盯着蓝启仁，等他反应。想着，当年救回忘机的恩人，叔父是肯定不会忘了的。但是他不知道，他家叔父想起的可不是那些。蓝启仁听到魏长泽就抬起了眼，听到藏色眼睛已经瞪大了，瞳孔巨震。是他家孩子啊，居然是他家的。再一想那照片，是长得眼熟了些，他无意识地站起来，踱到窗边，目光涣散，陷入了回忆。藏色吗？第一眼看不上的麻烦虫，他上大学的时候是有多傲慢无知啊，蠢死了，所以活该在后面的很多很多年里，重新认识他，惦记他，求之不得。和阿姨，他见过的，因为被他指着鼻子教训过。正黄旗，鹤舍里索尼的后人，认了藏色干女儿，护短得很，一个人做成商场枭雄，是个踩踏男人的狠角啊。魏长泽，那是让他嫉妒的眼红的人呐，能娶藏色为妻，还能为他挡枪，生同亲，死同学，到死还救回了忘机，让他一辈子不能忘，不能妒，不能恨，永远活在这份恩情里。还有魏老爷子，魏长泽的父亲是他蓝启仁的恩师啊，魏老不出山，却能撼山呐，所以这个叫魏无羡的小子，是藏色和魏长泽的儿子，和阿姨的外孙，魏老的亲孙子啊，这哪里是拐骗忘机呀？这分明是你们派来收拾我的吧？这他妈怎么弄？蓝曦臣怔怔地看着面色复杂的叔父，不明所以，只好悄悄退出去了。直觉告诉他，事情不简单，兵临城下都没见过叔父如此失态。魏无羡送走江丰眠就急不可耐播了视频，他这边是感天动地，蓝家恐怕翻天覆地了。蓝战，蓝战！欢快的声音刚一接通就扑面而来。蓝忘机是疑惑的：“不是被叫回去训话了吗？都担心死人了，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宝宝，哎呦呦，我的乖乖，委屈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爷爷饶过你了。嘿嘿嘿，爷爷想见孙媳妇儿呢，你来不来？哼，什么时候了，还逗我？真的，蓝战，爷爷是天底下最好的爷爷，他祝福我们，还说想见你。鸿门宴吧。”